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本期视频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整理了大家在评论区问的关于房车改装的8个问题，今天一并来给大家解答。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Q1，你们改装一辆定制房车，流程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改装一辆房车分这10步的那期视频里有系统的回答过。简单来说，改装房车分为2个大块，前期的准备工作和改装的部分。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客户根据自己的需求敲定房车的功能和大概布局，选购房车，预估改装预算，完成房车布局设计和水电设计，以及选购各种改装工具、材料和电器。完成设计之后就是改装的部分了。首先要完成房车外部需要开动的改装，比如窗户、空调、风扇这些，然后完成车内的隔音降噪层、保温隔热层、水电走线、地板、墙面、天花板的改装和家具的制作和安装。整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啦。Q2，房车改装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准备工作和改装过程都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前期的准备工作。房车的布局和水电的设计框架都搭建好了，在之后的改装过程中也会更加的省时和省力。相反，如果你在实际改装之后才发现了问题，那么又不能全部推倒重做，从而影响了使用体验。就比如你在前期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座位因为增加了坐垫而产生的厚度，然后你又设计了底柜，那么这就会导致坐下的时候头部的空间可能会变得更少，从而产生了压迫感。起身或者坐下的时候还可能会撞到头，或者水电设计的时候少设计了一个接口，等到墙面都封起来了以后，才又想加一个插座，那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Q3，你们最推荐哪一款车来改装？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目前北美市场适合房车改装的车型一共有3种：奔驰斯宾特 Sprinter、福特全炫 Transit 和道奇公羊的 ProMaster。从房车本身的外观、动力、内部尺寸、油耗、价格，到对改装的友好程度，以及改装完成后找 4S 店保养或者维修的便利程度等等，根据你自己更侧重的需求，得到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又想要自己改造一辆房车的话，就改装的难易程度来说，我们更推荐内部平整的奔驰斯宾特 Sprinter。但如果你的身高比较高，想要在车内站立的时候有更多的头部空间，那么相比于奔驰 Sprinter， 福特全炫 Transit 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选择一个房车需要结合自己各方面的需求，综合考虑，选出适合自己的。Q4，改装一辆房车要花多长时间？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要看你要改的房车的长度、复杂程度，也跟每个人的经验和前期是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相关。对于我们来说，从无到有改装一辆加长版带独立卫生间的房车，算上前期跟客户沟通敲定设计的时间，完成整个改装大概需要3个月的时间。如果单独算改装过程的总时长的话，2个人加起来一共需要400到500个小时。当然，这个总时长也是基于第一，我们做的是定制房车，需要算上前期和客户反复沟通的时间；第二，我们已经有了前期改装4辆房车的经验；和第三，我们是一个小团队，很多时候几件事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如果你是一个人又是新手的话，那么记得一定要给自己留下充裕的时间，做好了充分的调研和准备再开始的话，会事半功倍。Q5，改装一辆房车要多少钱？这也是一个很多人都会好奇的问题。这就好比你问装修一套房子需要多少钱，也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这么说吧，如果你是想要把你的房车改装成一辆具有保温隔热这样的基本功能的车，有张床可以睡，有个地方可以坐，而没有像空调、暖气、水电这样更复杂的设计和花费，改装的又是一辆短板的车，那么可以只花费1万美金甚至更少的钱。但如果你想要改装成一辆这样的，具有厨房、独立卫生间、空调、暖气、冰箱、微波炉等各种家电和功能，像一个移动的家一样的房车，可能需要花费3万美金甚至更多。Q6，自改房车比找公司改装能省多少钱？其实自改房车，至少在北美这边，主要省的就是一个人工费。我们认识的很多自改房车，或者是想要自改房车的朋友，第一就是本来自己就喜欢动手，第二就是为了省钱。但是在预估自改房车所需要的花费时，往往会忽略这2种隐形的开销。
第一，像各种切废的木板这种走弯路必须要交的学费，和第二，各种改装零件、工具和配件这种积少成多却又无法准确预估数量的花销。所以，如果真的打算自己改装，在开始动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尽量少走弯路，也一定要预留出充足的这部分隐形花销的预算。不然，还是建议找一家专业的房车改装公司来吧，毕竟时间也是钱。Q7改装房车的常用工具有哪些？房车改装涉及到的工种非常多，所以需要的工具也很多。凑齐了房车改造所需要的工具之后，其他的 DIY 项目基本上都能搞定。房车改装的工具大体上来说分为以下几类：金属加工、木材加工、电工工具、管道工具以及缝纫工具。细分下来，这些工具非常多，其中一些必不可少的工具包括曲线锯、台锯、圆锯、角磨机、电钻、电木洗、打磨机、拨线钳、压线钳、PAX 管道工具等等。关于房车改装的常用工具，我们近期会出一期视频专门讲解的，敬请期待哦。Q8自改房车在美国上路需要公告吗？有什么限制吗？在国内，个人改装的 B 型房车，一般情况下是无法获得车辆公告，不允许上路行驶，需要购买由具有改装资质的厂家改装的 B 型房车才能上路。而在美国，原则上来说，每个人都是可以改装房车的，但是也需要符合一些规定和完成一些流程。除了必须符合相应的车辆安全标准和排放标准之外，还需要符合尺寸和重量的限制。如果像我们这样改装箱型货车，在尺寸方面肯定是 OK 的，但是要注意因改装而增加的重量不能超过车辆的有效载荷。在完成了房车改装之后，需要把之前空的箱型货车重新注册成房车。这个流程在每个州都不太一样，但是都要去当地的车管部门完成车辆的称重、检查和注册的流程，拿着这个新注册的并码才能买到房车的保险。每个州对于原来的货车是否能重新注册成房车也有相应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空调、暖气、马桶、水电系统、冰箱和做饭的地方等房车生活所需要的设施。这个需要大家参考自己所在州的车管部门的具体要求。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如果自己改装的房车不去重新注册会怎么样呢？不注册的话，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就不会给上房车保险，那就等于你房车上加装的所有东西都是没有保障的。一旦出了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就只会按照空的箱型货车来进行赔付，所有加装的东西就都打了水漂了。以上就是我们对大家经常问的8个问题的回答。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记得点赞、关注、收藏。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